饺子冻成坨该怎么办？今天分享一个小的方法，它就能够自动的分开，而且煮好的饺子不破皮也不粘锅，个个比较完整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冻成坨的饺子，很多朋友们都不会煮，都会硬掰，放到锅里面煮。但是呢，煮出来的饺子破皮成坨，不好吃就浪费了。其实煮冻饺子，特别是成坨的，也是比较好做的。我们来准备一个大点的盆，盆里面加入水，再来1勺食用盐，搅拌均匀，把盐化开。这个时候把饺子放到盐水中，像这样成坨的放到盆子里，浸泡一会儿，大约泡个2分钟的时间。因为盐水有一种神奇的作用，可以降低了冰的冰点。这个道理就像冬天我们下雪，给地上撒一些盐，能够加速的冰的融化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们放到我们的冰水里面，大约浸泡个2分钟。你再看一下，我们的水饺用手轻轻的移动一下，就能够可以把我们的水饺全部都分离了，根本就不需要使劲的掰它，也没有分离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泡的时间不够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大约再泡一会儿，就能够自动的去把我们的水饺分开的。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，这个时候的饺子皮是不是没有破，而且比较完整，对不对？不管你的饺子冻成什么坨形状，用这个方法绝对可以把饺子分开。但用这个方法不能太着急，我们需要把它泡好泡透之后才能够把饺子分开的。如果着急的话，把它掰开就会破皮。其实我们需要等几分钟就好，也不需要时间太长。这个方法把饺子分开是不是很不错？这个方法也比较实用的，几分钟就能够把饺子泡开的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还是不错的吧？大家都认为煮饺子，特别是冻饺子比较简单，是不是？只要把水烧开，倒入冻饺子煮一会儿，饺子飘起来就熟了。其实这样做好的冻饺子容易粘锅又破皮，口感不好吃的。饺子一定是现煮现包的好吃，但是呢，像这样冻饺子想要好吃也是可以的，但是需要有技巧。像这样的水饺和鲜的白饺是不一样的，煮的方法有所不同。以后这样的饺子不能够直接的开水下锅。今天再来分享一个煮冻饺子的方法，吃来爽滑又筋道的，特别的好吃。无论冻饺子煮的好不好吃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用什么水煮。如果用冷水煮，和冻是一个意思，饺子会沉底粘锅，也容易破皮。开水下锅也是不行的，因为热胀冷缩嘛，冻饺子放入开水中，迅速的去开裂，就会导致了我们的饺子皮破开的。不能用开水，也不能用冷水。到底用什么水呢？正确的做法就是用温水，锅里加入水，水烧开之后冒小泡泡，我们就可以把饺子放入锅里面，再加入适量的盐，来1勺油。加入盐能够增加饺子皮的筋性，煮好的饺子口感又筋道，而且不容易破皮。加入油能够起到润滑的作用，可以防止饺子不粘锅也不破皮。煮饺子的时候，如果是一直用开水煮，饺子的温度太高了，容易破胀，一直在锅里面翻滚，碰起来呢就比较麻烦，饺子粘到一起，连到一起碰撞，就会破皮粘锅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一点凉水，能够降低饺子的温度，能够防止我们的饺子胀多，这样就不容易破皮的，口感吃起来更加的筋道。饺子到底需要煮多久？煮得太久的话，饺子皮容易煮烂的，口感也比较差，对不对？我们注意了，煮饺子煮3开就可以，水开之后加入冷水，再次煮开之后再加1碗冷水，大约一共加入3次的水。等到我们的水再次开，饺子全部飘起来，像这个样子就能够吃。煮好的饺子保证爽滑又筋道的，并且没有一个破皮的，也没有一个粘锅的。
煮好的饺子和新鲜的是一样的，特别特别的好吃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们知道超市里的饺子为什么这么便宜？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冻的水饺呢？水饺是我们生活中的民族的传统美食，在很多的时候也是比较人爱吃的，特别的好吃。水饺里的馅料很多，或者是包一点放到家里面，当做早餐吃，速冻的包一些也不错。很多人觉得都比较麻烦，每天都会包水饺，又要准备馅料，又要包，成本比较高，都去超市去买一些现成的水饺。平时去超市购买水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了水饺的价格有很多种，有的才几块钱一斤，而我们在家里自己做，一顿水饺要花费很多钱，对不对？那超市里的饺子为什么这么便宜？我们该怎么去挑选水饺呢？下面给大家说一说该如何挑选水饺。一、尽量不能买散称的水饺。平时去超市购买速冻水饺，可以发现速冻水饺有一种袋装的，有一种散称的。这种的散称速冻水饺通常就会说明了一些手工，虽然口感上来说手工上会比机械生产的水饺更好一些。散装的速冻水饺通常我们都不能了解它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，而水饺又都是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，就算放了很久，我们没有办法辨别，它的质量很难保证。二、勿选冰霜多的饺子。我们在购买速冻水饺的时候要注意观察，如果水饺的表面有很多的冰霜，说明了水饺在运输的过程中受到了挤压的，或者是解冻的后又重新了冰冻，这样就容易使我们的水饺发生了破裂的情况，甚至会将饺子的内部水分挤出来，再次凝成了冰霜，这样的饺子不要去购买。三、看配料表及营养成分。配料表中的配料是按照加工的食品，各种的配料加入了一些沉淀。营养成分表明了食品的营养含量的占其的一些参考价值。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选择自己合适的口味馅料，所需要的产品一般都是三鲜的、韭菜的、香菇的，这样都属于营养高的，优先选择。速冻水饺主要是看肥瘦，肥瘦缩馅儿，饱和脂肪高不高，热量也不高，对人体也不好的。瘦肉内的蛋白质含量高，营养价值也是高的。第四点，看一下日期。速冻水饺在18度以下可以保存3个月，需要注意储存期间不能超过标签标识的保质期，因为即使在冷冻条件，微生物也会缓慢的生长，影响了成分、口感、鲜味都会受到影响的。选择速冻水饺的时候，要看清楚水饺的品牌，有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水饺，网上搜一搜，网友们对它的评价如何，就知道味道好不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挑选水饺，保证品质，毕竟吃的东西要注意食品的安全卫生。那些手工的水饺，一定要去熟人那里去买，不然的话容易上当受骗的。好了，关于如何煮水饺，或者是如何煮包裹的水饺，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朋友们喜欢的话可以试一试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